在中国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热带雨林深处，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部落。当你第一次踏入他们的村寨，眼前的景象会让你目瞪口呆。整个部落只有7名男性，却有多达3000名女性。这里实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夫多妻制，最夸张的男人曾拥有超过200个妻子。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里的女性可以任意互换丈夫，共同生养孩子。当一个女人带着心爱的男人走进别人的房间时，男人的原配妻子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认为这是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正如当地人所说，毕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荣升为父亲，何乐而不为呢？在这个颠覆常识的部落里，女性地位极高，男性却仿佛成了稀缺资源。为了避开女性的频繁召唤，男人们发明了一种奇特的生存方式，住在高高的树上搭建的鸟巢里，只有在必要时才下地，因此被称为鸟人。这就是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克木人，一个至今仍未被官方认定为独立民族的神秘族群。他们的存在仿佛是一个时空错乱的奇迹，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保留着许多令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原始习俗。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奇特的社会结构？男人在树上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又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持这种古老传统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奇特风俗的神秘部落，揭开他们不为人知的惊人秘密。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克木族男性堪称世界上最忙碌的人群。想象一下，一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已经是10几个孩子的父亲，不管他愿不愿意，每天都有女性等着他履行义务。这些男性看起来总是疲惫不堪，明明年纪轻轻，却宛如垂暮老人，身形消瘦，目光中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恐惧。在部落中，曾有外来者目睹了一位男子被5个女性围着的场景。起初这名男子看起来还算镇定，但很快就流露出紧张和不安，显然意识到了即将面临的任务会让他精疲力竭，却又无法拒绝。克木族的男人们白天只能躲在由树枝、藤条和大树叶搭建的简陋树屋里，每当夜晚来临，躲在树上的男人就会紧张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今晚会有多少女人来敲门，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应付得来。部落里的男性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下，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而女性则可以活到60岁以上。每当夜幕降临，躲在树上的男人们开始浑身发抖，汗流浃背。他们面临一个不知有多少女性等待的夜晚，还要面对第二天的疲惫和虚弱。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里曾是天堂，可久而久之，也逐渐变成了一种甜蜜的炼狱。如果有男性想要逃跑，部落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只有生够一定数量的孩子，并且得到部落长老的批准，男性才被允许离开。生不够孩子别想走，是克木部落不成文的规矩。传说，外来者一旦误入这个部落，被克木女性看中，就很难再离开，因此也成了其他部落的禁地。为了应对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克木族男性靠特殊的高蛋白饮食维持能量。部落视这些种子选手为珍宝，精心为他们准备最丰盛的肉食和传统滋补品。村民们会深入雨林捕猎最优质的野味，采集最珍贵的药材，只为确保这些男性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克木人的世界里，社会分工与主流社会有所不同，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种地、打猎、建房、做饭等体力劳动，而男性除了参与一些重要决策外，其生育角色被格外重视。这种不同于常见性别分工的生活方式，让许多研究者感到惊讶。而更令外界震惊的是，他们还保留着其他一系列极具震撼力的传统习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改造和神秘仪式。除了男女关系的反常结构，克木人还保留着许多令外人瞠目结舌的传统习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老年妇女们漆黑的牙齿和男性巨大的耳洞。在雨林古景区中，一位69岁的克木族老妇人常常吸引着游客的目光。她的牙齿全都被染成漆黑色，却出奇的整齐、结实，据说一颗不掉。这并非自然老化，而是克木人传统美学的体现。他们使用锅底灰与特殊染料混合制成的黑妹牙膏，
细心涂抹在牙齿上。据说一旦涂抹就永远洗不掉，但能有效防止牙齿腐蚀和脱落，这在缺乏现代医疗的原始部落中尤为重要。与黑牙并列的是男性惊人的耳洞。克木人从出生第7天起，婴儿的耳垂就会被父母用尖锐工具刺穿，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更换更大的木条，扩大耳洞。部落中年长者的耳洞大得惊人，据说最大的能够穿过一个鸡蛋。耳洞越大，在部落中的地位就越高，这是他们社会等级的重要标志。然而，更令外来者震惊的是克木人的各种仪式表演。在雨林古景区，他们会进行赤脚踩碎玻璃，用舌头舔烧红的铁板，用锋利的刀割自己的脚底和舌头等看似危险的表演。这些并非为了吸引游客的现代创作，而是源自克木人历史悠久的勇气测试仪式。在传统中，年轻男子必须通过各种考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忍耐力，才能获得部落的认可。表演者通过长期的训练和特殊技巧，能够在看似危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比如舔烧红铁板时，舌头上的水分会形成保护层，防止严重烫伤；割脚底和舌头时，则能控制切割的深度，不造成严重伤害。年轻男子只有通过这些考验，才能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克木男性，获得族人的尊重，并有机会与女性结合。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克木人仍然保留着这些看似危险的传统。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这些极具震撼力的传统正在逐渐淡化。年轻一代克木人已经很少染黑牙齿或扩大耳洞，而那些惊人的勇气测试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旅游表演，而非真正的成人礼。这些传统习俗正如同深藏在热带雨林中的克木人一样，正在慢慢淡出历史舞台。克木人的历史如同一部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戏剧性转折。作为古老的百仆群体后裔，他们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时期就已经在云南西南部山林间生活。古籍中描述的神秘民族鲛角，很可能就是克木人的先祖。为什么克木人要住在树上？这个问题有着多种解释。最令人信服的来自部落的防御需求。在古代部落冲突频繁的年代，住在高高的树上，克木男子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靠近的敌人，并吹响牛角号向全族示警。此外，一些说法认为树屋能有效避开雨林中的猛兽和毒蛇，还有人说树屋是青年男子的单身公寓，标志着他们已经成年。最令人称奇的是，克木人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王国。在现今勐腊县的天峰山一带，克木人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发现并开发了珍贵的魔蝎井盐，这种高品质的盐远销四方，为克木王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克木王国的鼎盛时期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开采的魔蝎井盐因其纯净和药用价值远近闻名。商队从老挝、越南、泰国、缅甸等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贸易。据传当时的克木首领拥有数十名妻妾，居住在山顶精心建造的大型木质宫殿中。当时的克木王国军力强盛，有1万个毛兵，10万个弩箭手。凭借山区地理优势和机智，他们曾成功击退强大敌人的入侵。有个故事讲述，当敌人驱赶数千只脚上绑着火把的羊群来攻打时，克木人巧妙地分2层设置石阵，先砸死火羊，再痛击敌军，取得了惊人的胜利。然而，繁荣的克木王国最终走向了衰落。据老人口述，大约1000年前，傣族土司用一个阴谋征服了克木人。他们邀请克木首领参加宴会，在酒中下药，将醉酒的首领和将领们扔进水塘淹死。失去领导的克木人四散而逃，有的藏入深山，有的沦为奴隶，更多的则逃往邻国。从此以后，留下来的克木人必须为傣族土司服各种苦役，搭晒台养象，割马草，舂米，扫马厩。这段屈辱的历史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长期的苦难导致克木人男性大量死亡，造成了部落中男性极度稀缺的现象，也形成了今天女性主导的社会结构。这段历史的痕迹深深印在克木人的文化基因中，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结构，
也塑造了他们独特的婚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克木人发展出了一系列令外人惊叹的风俗习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们奇特的婚恋方式。克木人的婚恋方式堪称世界上最独特的风俗之一，让每一位外来者都大开眼界。在这个神秘部落里，女性拥有选择丈夫的主动权，而男性则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模式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截然相反。当一个年轻的克木姑娘看上了某个男子，她会直接将意中人领回家中。家中长辈的反应决定了这段婚事的成败。如果姑娘的父母热情款待这位男子，婚事就有戏；反之，如果父母冷着脸质问男子：“你来我家干什么？”这段姻缘就此告吹，男方只能悻悻离去。更有趣的是，由于男性稀缺，一个克木男子通常会同时拥有多个妻子。这些妻子之间不仅不会争风吃醋，反而和睦相处，共同分享丈夫的服务。当一位妻子带着丈夫到另一个妻子家做客时，被借用丈夫的妻子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互助友爱的表现。克木人的婚礼充满戏剧性，男方必须杀猪设宴，但这头猪必须严密看守，否则可能被女方家偷走。若猪肉被抢，男方必须出钱赎回，否则婚事就无法继续。这种似真似假的抢肉大战往往闹得鸡飞狗跳，成为婚礼的最大看点。更特别的是隔门对唱环节。当宾客入席后，新娘会将房门紧闭，新郎则手端肉锅站在门外，两人隔着门对唱情歌。只有当新娘满意新郎的歌声，认为他唱的动听，回答的机智，才会打开房门让新郎进入。若新郎表现不佳，婚礼可能就此泡汤。在婚宴上，克木人喝酒的方式也别具一格。他们围坐在一个大酒坛旁，每人手持一根金竹制成的长吸管，共同饮用坛中的米酒。这种称为水酒的饮品由糯米发酵而成，饮用时往坛中加水，饮尽后再加水继续饮用，直到酒味全无。若有客人中途离席，会被视为对主人的不敬。克木人的性别分工同样令人惊讶，女性承担着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耕种、建房、做饭、打猎、采集，甚至负责保卫村寨的安全。男性则几乎被完全豁免劳动义务，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繁衍后代，为部落提供新的生命。这种奇特的分工方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克木人看来，男性的生育功能比劳动价值更为珍贵。由于女性主导社会和经济活动，克木人实际上是一个母系社会的典型代表。在家庭结构中，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子女跟随母亲姓氏，财产也主要由女性继承。婚后，男子通常要在女方家住上3-4年，有的甚至终身从妻居。克木人的审美标准也与主流社会大相径庭，他们特别喜欢肚子大、屁股大的男性，认为这样的体型代表着健康和生育能力。男性的体格、体力和生育能力是他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这种独特的婚恋制度和性别分工，不仅是克木人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是他们在特殊历史和自然环境下发展出的生存智慧。而在这个婚恋体系背后，还有一套复杂的图腾信仰和血缘禁忌，为克木人的社会生活设定了严格的边界。想象一下，每个克木人出生时就被赋予一种动物或植物的灵魂印记，这将决定他们一生的身份和命运。有的人属于威猛的老虎氏族，有的则归属于高飞的孔雀家族，还有人与神秘的水獭或古老的树蕨相连。这些图腾不仅是姓氏，更是他们灵魂的另一半。最令人惊奇的是，克木人对自己图腾的敬畏已经到了近乎宗教狂热的地步。如果一位属于虎氏的克木人听说森林里有老虎被猎人杀死，他会像失去亲人一样痛哭流涕。水鸟氏族的成员绝不捕捉或食用水鸟，否则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克木人相信，若违反这些禁忌，后果不堪设想，牙齿会开始松动，腹部会剧烈疼痛，甚至仅仅是触碰自己的图腾动物，手就会像被烈火灼烧一样烫脱皮。即使是被自己的图腾动物攻击，
克木人也只会驱赶，绝不敢伤害他。这种信仰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有位老人讲述，他们水鸟氏族的一个年轻人因不小心捕杀了水鸟做食物，当晚就高烧不退，几天后全身浮肿而亡。因此，图腾崇拜在克木人心中根深蒂固，成为无法逾越的精神界限。在重要的祭祀仪式上，克木人会用特殊的颜料在脸上和身上画上图腾的形象，有的甚至会纹上永久的图案。他们跳着模仿图腾动物的舞蹈，发出图腾动物的叫声，恍若人与自然的神秘交融。这种图腾系统直接决定了克木人的婚姻法则，并形成了他们最严厉的禁忌：同图腾者绝对禁止通婚。在克木人的世界观中，同图腾的人共享同一祖先的血脉，即使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也被视为兄弟姐妹。违反这一禁忌的后果极其可怕，一对胆敢打破禁忌的恋人将面临真正的噩梦。他们会被贬为猪狗，被剥夺人的身份。村里的巫师会组织一场诡异的仪式，在寨外的密林深处，月光下杀羊祭神，祈求消灾免难。全村已婚者会围坐在篝火旁，共同见证这场净化。但真正恐怖的是第二个环节，两个罪人必须四肢着地，像猪一样在村民面前爬行，来到猪圈前的泥地上。老巫师会念诵古老的咒语，然后高举一把闪着寒光的大斧，猛地劈向两人之间的空地，将泥土分成两半，象征永久的分离。接着，他们必须各自伏在猪槽前，像野兽一样吃下里面的食物。这种仪式不仅是对违规者的惩罚，更是向所有族人传递的警告：血脉的纯净不容玷污。通过这种充满戏剧性和震慑力的仪式，克木人确保了族群基因的多样性和健康，这也是他们在恶劣环境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克木人还有一项神秘的胎盘崇拜习俗，当新生儿出生后，家人会将胎盘装入特制竹筒，悬挂于神灵中的大树上，献给山神和树神，祈求保佑孩子健康成长。这种习俗反映了克木人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和对自然力量的依赖。除此之外，克木人还保有马我崇拜。在克木人看来，自然界万物皆有灵魂，其中稻谷的灵魂叫马我，是他们农耕礼仪的核心。当收获完成后，他们会举行特殊仪式，呼唤农作物和田地的灵魂归来，以确保来年丰收。这种仪式形成了克木人最重要的节日马格勒节，通常在每年12月举行。另一个重要节日是栽秧后的牵牛节，克木人会为水牛装饰红花，点燃蜡烛，用鸡血涂抹牛角，并给牛准备特殊食物，感谢他们一年的劳作。这种对劳动伙伴的尊重，体现了克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理念。在这个日益现代化的世界里，克木人的这些神秘信仰和习俗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但在西双版纳深处的某些角落，这些代代相传的古老仪式和禁忌依然在悄然进行，如同时光长河中的神秘浪花，诉说着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另一种可能。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边境地带，克木人跨居中国、老挝、越南、泰国和缅甸5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跨国民族存在方式。在中国境内，他们仅有约3000人，隐居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深处。而在老挝，克木人是第2大民族，人口高达20万。越南有约5万克木人，被官方认定为高木族。泰国北部和缅甸东北部的丛林中，也散居着数万克木人。尽管分散在不同国家，克木人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文化一致性。从中国到老挝的克木村，村民的长相、服饰、语言、住房都极为相似，仿佛只是从一个村庄走到了邻村。克木语成为连接不同地区族人的纽带。研究表明，相隔数百公里的克木人能够互相理解90%以上的对话内容。然而，现代国家的边界管理日益严格，开始对克木人的跨境生活方式构成挑战。曾经自由穿行的山路上设立了边境检查站，古老的贸易路线被截断，传统的走亲访友方式变得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克木人家庭办理了特殊的边民证，允许他们在特定区域内合法跨境活动。
与此同时，克木人正经历着一部千年的巨大变迁，从原始社会直接跨入现代文明。曼旅村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这一转型。过去，这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偏远山村，村民住在简陋的土木结构房屋中，没有水电路。2017年通了硬化路，成为村庄转型的关键契机。有了路，茶山的资源才有出路；有了路，外来的资源才有来路。随着交通改善，曼旅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从依靠刀耕火种转向种植高价值茶叶，引进知名茶企，收入大幅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4年的1万元增至1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余元增至12800元。苏文新的故事是克木人适应现代经济的典型案例。他在村中率先将传统台地茶改造为生态茶园，使茶叶价格从每斤20元飙升至150至200元。起初村民不理解，但看到成效后纷纷效仿，改变了全村的种植方式。旅游业也为克木人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曼旅村开发了民俗观光线路，村民分组接待游客，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而在雨林古景区，克木人的传统习俗成了商业表演。游客付140元门票，可观看赤脚踩玻璃、舌头舔烧红铁板等惊人绝技。然而，这些表演已与原本的仪式意义相去甚远，成年礼或宗教仪式被简化为几分钟表演，神圣图腾成了观光客眼中的奇异装饰。这种商业化既让更多人了解了克木文化，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失真。现代科技也正渗透到克木村寨。2009年，西双版纳州实施广播电视覆盖工程，使19个克木人村全部通广播电视。年轻一代开始模仿电视中的现代生活方式，传统的黑牙、大耳洞等特征正在消失。婚恋观念和社会结构也在变化，年轻克木人接受现代婚恋观，一夫一妻制取代一夫多妻制，女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向男女平等转变，男性开始参与农业生产和家务。教育普及是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过去克木人没有文字，教育程度极低。如今，越来越多的克木孩子接受现代教育，许多传统迷信被科学知识替代。然而，这种现代化也带来文化传承危机，克木语正在失去活力，传统音乐、舞蹈、手工艺面临失传，图腾系统被现代宗教替代。随着老一辈的离世，大量文化遗产正在消失。为应对这一问题，克木人社区采取了多种措施。一些村寨组织传统文化学习班，学者开始记录和研究克木文化。在中老边境地区举行的克木人跨国文化节吸引了来自5国的克木人参加，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现代通讯技术也帮助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克木人维系联系。卫星电话、互联网让相隔国界的亲人能够保持密切联系。一位老挝克木族老人通过微信与中国西双版纳的亲戚视频通话时感叹，以前要走10天山路才能见面，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看到对方，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克木人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缩影，他们实现了从极度贫困到基本小康的跨越，但也面临文化认同和传统保护的挑战。如何在现代化中保持民族特色，是克木人乃至所有少数民族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尽管外部环境变化巨大，克木人仍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和文化韧性。这种在变化中保持本质的能力，或许正是他们几千年来生存发展的真正秘密。在全球化时代，克木人的跨国身份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为连接多元文化、寻找发展机遇的优势。这个曾经隐居在树上的神秘民族，正以独特的方式融入现代世界，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从西双版纳雨林深处走来的克木人，以他们独特的生存之道，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化的无限可能。在现代与传统的交汇处，这群鸟人的智慧与韧性，如同隐藏在丛林中的瑰宝，值得我们静心品味与珍视。面对这个女性主导、男性稀缺的树栖部落，你会想前往一探究竟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